万金墨永远活在梦里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但如果说我们早在第2章开幕就猜到了这点，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子 OP2 印象的解读。拖到现在才更新是我不对，为表歉意，我会试着插入招品屋对近期的部分剧情展开以及个别角色塑造的见解。因此这期本质上算是 OP2 印象解读与剧情评析的合集。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了梦神包的一盘饺子。我们很变态的，在刚刚回溯的阶段就已经猜到结局他怎么玩了。对啊，对，过往更新时我都十分克制的没有谈及与之相关的话题，就是为了憋到这一期再聊。可以。那在进入正题以前，容我先简单聊聊 Playback 这首歌。负责本曲作词的藤林圣子有在前不久分享过自己曾为如何通过歌词表现出第1章是墨的预知梦，第2章是以此为基础的开端这种层层嵌套的感觉而苦恼。后被唱片公司那边告知希望这次能多用些英语，最终才演变成了墨刚睡醒时唱日语，墨超级帅气时唱英语的歌词结构。如此一来，歌词也自然而然有了嵌套感。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找了位读音乐专业的朋友分享自己听完 Playback 的感受。简而言之，他认为主歌部分带有一层朦胧感，仿佛让人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副歌的鼓点则让人振奋激昂。这种极致的反差令他联想到了自己被鬼压床时奋力驱动全身想要醒过来的那种躁动感。只能说懂乐理的人讲出来的东西就是跟我们这些门外汉不一样。对，另外他还说从歌曲里品出了主角下定决心不再迷茫的味道。抛开歌曲主旨以及歌词层面的因素不谈，我想这也跟主创们特地选用了摇滚曲风有关。毕竟摇滚本就是反叛的代表，而摇滚的反叛在于拒绝妥协的姿态，就有如万金墨在第25集结尾向剧中人以及屏幕外的我们宣告 Don't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时的那股试图反抗自身命运的坚强意志那般。当然换个视角看来，主创们这么设计也是为了给孤立无援的墨打气。所以正如制片人谷中批所说，我们完全可以将 Playback 视作墨的应援曲。OK，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 OP2 印象的解读吧。开幕的画面给到了过往常用于油画展示的那块 LED 屏，随着红光亮起，镜头切换，墨正注视着 LED 屏内回放的 OP1 印象。要知道 Z Room 既是墨的深层心理世界， LED 屏前的锁链以及周遭亮起的红光与梦主心灵之门所在地的构筑原理相同。如此一来， LED 屏在此处的职能其实等同于心灵之门上的猫眼，也就是说屏内回放的 OP1 印象使得在指代墨的预知梦。而为了阻止自己的噩梦成真，墨变身成假面骑士 Z 子蓄势待发。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Z Room的墙面不断被喷上涂鸦。你们知道这些涂鸦代表了什么吗？代表墨使用的胶囊的颜色。梦魇大腿上面那些也很像是 Panky 的图案。对，可无论把它当作莫达达的梦魇也好，所使用的噩梦之力也罢，墨的深层心理世界因此变得越来越脏，并不见得是什么好兆头。染上了噩梦的颜色。对。标题展示完毕，镜头给到了准备去看特工西塔的主角团，其中林梦与其他人同框意味着什么？在梦里面了。对，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他们身后的街道、行人以及建筑都是用 LED 环幕投影出来的，给人一种不真实感。除此之外，为了对照回放，这整段包括后面的一组镜头皆采用了倒放。但是惊醒的这一幕是正放，就很有意思，很多倒放里面塞了一幕正放。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倒放意味着不符合常理，即不真实。如果是梦里发生的事情在倒放，反而是正常的。可墨惊醒过后，现实里发生的事情仍在倒放，偏偏他还浑然不觉。就是他自己对醒没醒这件事本身都很模糊结合上后续的画面，我会有2种解读方式。一，这段画面是在对应第35集前半的剧情，只因两边的发展逻辑相似度有点高。二，这是上窟内将对应歌词迷失于现实与梦境的朦胧之中，今日仿若昨日，实则身处不同的世界线，通过画面表现得出来而已。以防各位没理解，我改用 Z 子的章节来比喻。众人准备去看电影，加墨惊醒加倒放的现实，再对应第1章，也就是墨的预知梦。而墨从现实坠入梦境以及这之后的镜头，则在对应第2章。以此，我想再聊聊现实与梦境的边界问题。在第2章开幕时 ，staff 们曾在复印轨中透露，基于第1章的现实也是梦这个设定，上窟内才会拍了个第1集里墨在梦里被梦魇抓了起来，现实里的墨随之漂浮起来的桥段，只因梦里与现实同步漂浮起来是不合理的。那25集也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那是不是也是个梦？对，以防各位已经忘记，我再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第1章里，墨在9月6号早上撞的车，9月8号已经连伤都没了，只因这是梦，不符合常理，很正常。
可第二章里9月7号早上醒来的墨就能跑能跳，同样是不符合常理的。我知道这个旁证说服力都不够，要我们接着看更不符合常理的地方。第二章里，墨在8点左右出的医院，并于中午时分路过了职业介绍所，最后在18点回到家。我先不论医院与职业介绍所的距离了，墨从职业介绍所回到家起码用了5个小时，还是用跑的。可在第一集，他从自己家走去介绍所的路程，满打满算都没有超过2个半小时。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现实与梦境的区别呢？再者，山湖内在9月6号早上用了这样一个镜头，并于第一章的9月8号傍晚又用了一遍。只因第一章的现实也是梦，那么镜头复用完全合理。但是山湖内在第二章的9月7号上午再次复用了这个镜头，那么第二章的现实还是不是现实呢？还有一点记不记得 OP1 最后醒来的墨身上也还是红光啊？那为什么不能对应他24集醒过来后其实还是在梦里呢？对，就是从梦中醒了过来。那这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睡醒了，还是进入了另一场梦境的意思呢？我前期一直就在说，这个人的现实与梦境的区别可能在于他的认知。对，这个在第42到43集也有过体现。只因能在现实里说英语了，墨就把现实误判成梦境，还穿起了特工装，细思极恐。是啊，以此我们再回过头看看第43集的结尾，墨在梦里听到了电话声，直接就从梦里消失，回到现实接电话了。重点是什么？这中间没有拍他睡醒的画面。对，最近几乎没有拍墨起床的这一个动作啊。顺带一提，这一集的复印轨里有聊到，监督是故意没拍他睡醒的镜头的。何意味呢？不好说。对，我这里花了2分半聊这个无头公案，其实想梳理清楚墨的特殊性，或者说他的认知问题，也是为了给本期的终极话题做铺垫。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话，就请坚持看到最后吧。下一幕是利用蝌蚪的标志，将 Zero 与 The Lady 诺克斯间隔开的画面。在以往的专题直播讨论中，我们最终认为前一个镜头是想表达 Zero 与 The Lady 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蝌蚪高层的监视，而这里的蝌蚪高层可能已被血腥梦魇或是外星人操控，甚至就是由地外生命体所假扮的。对，后一个镜头则在暗示 Zero 与诺克斯在蝌蚪的监视范围之外密谋了什么，其中蝌蚪的监视范围之外是我当时透过镜像的蝌蚪标志解读出来的。可自从外星人说、卧底说随着故事的展开被一一推翻，这些猜测也跟着作废了。那么现在回过头，你们认为这其中的哪个要素才是破局关键呢？提示是2个镜头里微妙的不同点。是不是后的标志勾线的那一圈光啊，Lady 那一趴是紫光，然后这里又是绿光。就表层来说，应该是属于角色的印象色了。对，结合这之前以及之后的画面里出现的光线，也可以判断墨的印象色就是红色。但 The Nox 为什么是？我猜可能和 Recovery 有关吧。可以啊，Recovery。哎，不知道，反正诺克斯后面变成的画面里也有出现绿光，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没错的就行了。综上所述，珊瑚内可能是想通过含带角色印象色的光线来区分这是透过谁的视角进行叙事，亦或者正在看这个画面的是谁。如果说 OP2 印象的叙事是线性的话，那么我认为这2个镜头既有可能在讲述德雷迪与诺克斯在看着墨的预知梦中的自己，也有可能在讲述2人的梦想，即摧毁蝌蚪。至于珊瑚内为何要多切一个镜头来拍设计语言完全相同的镜像画面，可能是想表达德雷迪与诺克斯想要摧毁蝌蚪的动机并不相同，只因利害关系一致才结成同盟。除此之外，珊瑚内可能还想通过这2个镜头交代德雷迪、诺克斯与蝌蚪以及 Zero 之间的关系，并透过蝌蚪的标志来拍 Zero， 还有给到我007经典开头的既视感。也说来惭愧，我是在 OP2 印象公开以后，才终于发现了蝌蚪的标志是瞄准镜与猫的组合。为什么蝌蚪的象征 logo 是猫？这点其实剧中到现在都没有解释。这更多是设计语言上的讲究，不解释也 OK 吧？对呀。当然，非要过度解读一下的话，在文学作品中，黑猫通常代表潜藏的恐惧、隐秘的情绪、未被察觉的心事。套入节目设定就是所谓的潜意识。除此之外，黑猫还常被视为灵界的引渡者，能够引导我们的魂魄安全的游历灵界。套入剧中也可以解读为梦境的维护者，这与蝌蚪的职能是相匹配的，因此他们才会选了黑猫作为 logo 吧。也是可以的。那在聊 OP2 印象最出圈的画面以前，我们先把那之后接的那双眼睛的问题给聊完。如今看来，这个镜头真正想要传达的是美浪是蝌蚪的一双眼睛，只不过星期差未抹平以前，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具误导性了。是，要知道这个镜头接着了黑猫跳出来之后，
我想是个正常人都会往幕后黑手是黑猫星人，或者这双眼睛属于幕后黑手的方向去联想吧。15大人，对啊，结果到头来美浪只是监视役，还是个真心为哥哥好，为了继续当末的家人被迫成为了监视役，和幕后黑手一对比，落差有点大了。因此等谜底揭晓过后，我更多在费解，上古内如果只是想暗示美浪是监视役，有必要把镜头拍得那么迷惑吗？且该说不说 ，OP1 印象里也已经给足美浪身份的暗示了。对 OP1 印象解析还有印象的观众应该记得，我们当时对于美浪没有和其他3人坐到一排看电影都感到十分奇怪。对啊。而关于主要角色们在梦中同框那段，我在那期解读中的原话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想要隐藏什么秘密，而这个秘密本身或许就牵扯到美浪有别于其他角色的特性了。唯独那双眼睛，我在那个阶段是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美浪的。毕竟这个画面接在了 Zero 注视着莫独自战斗，以及诺克斯与林梦一同转圈圈这2段之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某人躲在幕后看着两边的发展。这个分镜你再往后面放1秒，它是从中间打开门一样的切镜。哦，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是从莫的衣柜里进入家子屋的那扇门吧？对，然后他那个镜头转过来，一个是对着 Zero 所在的位置，另外一个是衣柜门，衣柜门对外就是万金家，所以他整个分镜逻辑是正确的。如果上库内先给打开门的转场，再接那双眼睛，我可能还能联想到美浪，反过来就真猜不透了。OK， 让我们回到 OP2 印象最出圈的画面。在过往的讨论中，招品屋一致认为 No.3 会拔枪指向 Zero 是受到了黑猫的操控，毕竟他吐舌头的表情实在是太伟人了。对，我想这也是前不久很多网友在扯 No.3 已被忘却血腥梦魇夺舍的由头，而这些猜测随着 No.3 死亡以及黑猫的正体完全揭露，已一并被否决。如今看来，这段要么是在表达面对 Zero 的不作为 No.3 想得到高层的授意将其弹劾，自己取而代之，要么是想表达Zero 在看完末的预知梦后，已经预想到自己后续展开的行动将促使 No.3 发动政变。而我之所以会用2种不同的视角解读，是因为无法判定黑色究竟属于 No.3 还是 Zero 的印象色。至于 No.3 做出的浮夸表情，让我们直接看看上库内在近期访谈中的讲解吧。据他所述，虽在拍摄 OP2 印象时 No.3 后续的详细设定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也大致确认他是个暗藏疯狂一面的角色。因此他想借那段演出让 staff 以及演员本人能达成共识， No.3 的疯狂是到了会做出那种表情的程度。也是在得到这一官方解释后，我终于从纠结了许久的 No.3 角色塑造问题中走了出来。原本我是想趁此机会把这点也给讲清楚的，但要把这点聊透彻，又不得不结合上前不久上映的电影剧情，就想着说放到聊剧场版的视频里再续了。各位如果想在 TV 完结前看到剧场版的视频解析的话，那就多为我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咯。另招品屋每周日晚8点半后都会直播复盘当周热播特色剧，若想实时收看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成为频道付费会员，更多专属影片在等着你。回了正题，随着蝌蚪被彻底摧毁，刚刚聊到的镜头已换新，其中梦魇4天王相继登场的画面没什么好聊的，跳过。紧接着 The Lady 看着忘却的王座这一幕，无论怎么想都是在表达他对于忘却血腥梦魇的担忧了。毕竟他想要创造能让灵梦幸福的世界，就不可能要忘却吞噬灵梦，甚至连融合都不会允许。对，而这点在第45集中也得到印证。至于想要先生的镜头，我从旧版画面中读出了他不惜偏离人道，让噩梦吞噬自身也要摧毁蝌蚪的决绝。而从新版画面中则读出了他虽已从缠绕自身的噩梦中走出，但对于自己今后该走向何方感到了迷茫，或者单纯理解为他始终会游走于黑白之间也行。可以。以此为契机，我想再回过头聊聊小樱完成对蝌蚪的复仇过后做的另一争议性行为，即他试图扔掉驱动器这点。抛开燃尽综合症的问题不谈，我想他这么做也和认清了自己的复仇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有关。而在意识到这点以后，想来他也没脸再打着正义的旗号，或者抱着赎罪的心态继续战斗下去了，这才想要扔掉驱动器，接受法律的制裁。他的人物逻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事态我们知道很严重，非常严重，对抗梦魇的组织没了，全部压力到了万金墨身上，但他认为不重要，这个是我看不惯他的一个点。对，就觉得身为2号骑士，他这么做很不负责嘛。我能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就是2号骑士应该是英雄身边的人，这个微妙的定式刻板印象导致了大家对诺克斯的一个理解偏差。
其实 Nox 的价值观跟大众是不太一样的。莫第一次把他救回了 Z-Loom， 要再出去打梦魇的时候，他拦住了莫，然后莫跟他说：“那我把所有梦魇都打倒不就好了吗？”当时他有一个背身的镜头，我记得我那一集就说，在 Nox 的认知里，梦魇是打不完的，这是一个无法根绝的状况。那么他不追求全人类得救这种 H1， 追求大家不知道真相不掉散值就好了。如果按你的理解，他觉得自己的复仇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太大的改变，应该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即不管蝌蚪以及他们这些梦境特工是否存在，世界都会正常的运转下去。那么往后把梦魇偶尔引发的暗箱事件视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天灾，也是他所能够接受的。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事态尚未结束，只是对洛克斯来说，他觉得他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我想这也跟剧中人与观众存在的信息差有关吧。毕竟那个节点，小樱既不知道铃木身上的血腥梦魇已经诞生，更不知道血腥梦魇们已经联手。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他产生了扔掉驱动器的想法，并不能等同于要逃避责任。而且说到底，经由富士电铁也的劝阻，小樱最后不还是没扔驱动器吗？哪怕到了即将消失以前，他仍在梦里抓了驱动器不放。这不已经明示了那个为了世界和平而战的特工之魂仍存在于小杨先的心中吗？对，只是在他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前，驱动器已经报废了，就算他想接着战斗，也已经无能为力了吧。对的，只能说小杨先生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我们对于2号骑士或者所谓的英雄应该要怎样做的固有认知。我认为主创们敢于在这个角色身上去探讨英雄节目的边界是勇气可嘉的，只是部分观众会对小杨先生的行为与思想产生一定的认知错位，进而批判甚至辱骂节目角色演员，也是创作者们在决定这么做以后不得不去面对的负面声音。对，多的不说了，我只希望接下来的几集里这个角色的风评能稍微拉回来一点吧。而关于这部分的讨论，在剧场版或者后续几集的解析里我会再续上，当然能不能出视频还不一定哈，只因8到9月我确实有点忙，光是准备好直播就已经够呛了。各位真想看视频的话，就多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咯。接下来这段画面，如果用现在的视角看来，我认为莫无法追上梦胶囊，同样是在对应莫的预知梦。而为了打破这场噩梦，无敌的特工变身为了在此迎战。后续这的画面就很有意思了。莫在上一个镜头里挥出了一拳，在动作分界上反而与黑影的攻击形成了衔接。对，也就是说，这个存在与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不过相较于扎血腥梦魇，我认为它的正体更有可能是莫那场预知梦的具现化。而随着预知梦被打破，潜藏在莫更深层心理世界中的灾厄也开始躁动了起来。接下来西格登场的画面没什么好解读的，我就简单聊聊这个角色的塑造吧。从初登场时的噩梦中毒者，到过往经历揭晓过后的惩恶扬恶者，再到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新西格，再到惩戒罪恶只因憎恨自身命运，并宣称噩梦会超越噩梦的假面骑士 Dom。最后我们才发现，他真正的梦想只是被某个人惩戒，从而获得永远的解脱。随着剧中情报量的释出，观众对西格的人物画像也会跟着不断刷新，直到最后才看清，他原来只是个在漫漫长夜中等待破晓的可怜人。在某种意义上，西格算是继坛里斗之后高桥构建的又一极具层次感的角色了。再加上天野浩成老练的演技加持，我个人对西格的喜爱并不是短短几百字就能讲清楚的。等后续有余裕了，我再专门出一期视频详解下假面骑士 Dom 吧。紧接着，在此和 Nox 同关的画面，与其说上库内是想表达两位假面骑士在共斗，我更倾向于是两人都在与自身的梦魇战斗。尽那两团黑影分别是灾厄血腥梦魇和午夜暗影梦魇。可以。而后接的画面是德利德的背上生出了5只梦魇。考虑到他们的体型与血腥梦魇天差地别，我由始至终都认为这只是普通的梦魇，且明明不算上剧场版，血腥梦魇就只有4个而已。真别说是什么四天王有5个人吧。但我觉得这个画面得连上蝴蝶从德利迪的背上飞出来的镜头来看，让我去解读的话，这应该是在拍梦魇实现终极噩梦过后，德利迪把蝴蝶投放到现世，让更多人沾染上噩梦的流程。接下来这一段抛开福利不谈，我认为上库内只是美村里江做出这样的动作，是为了表现出德利迪对铃梦病态的母爱。掌控欲这一块。然后下一个镜头，铃梦醒了过来，但是铃梦一醒就想逃走。对，考虑到铃梦醒过来以前的那种睡姿，画面中的黑影原本是在给铃梦吸枕的，那么这团黑影的正体也就呼之欲出了，就是 The Lady 现在的状态嘛。是的。我还有一个比较在意的点，就是他伸出手这里，你看是有这种波纹的吧？如果倒回去前面看的话，莫追梦胶囊那段是吧？对，胶囊穿过画也出现了波纹。那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他在梦醒来，但是他迫切的想要回到现实。结果他却被The Lady 抓了不放，无法逃离。对，怎么说呢？我们确实不能否定 The Lady 一直以来为林梦所做的一切，以及她那份想要与林梦作为普通母女共度余生的梦想。但说到底，这只是 The Lady 的梦想，是她所坚信的林梦的幸福，而不是林梦真正想要的幸福。对，不择一切手段让林梦忘记一切，在虚构的幻影中扮演自己幸福的女儿，这不过是一场虚幻的过家家罢了。领悟到这一层的我，在看第45集时，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当然，考虑到 The Lady 本身的悲惨底色，我认为她最好的归宿应该就是学会放手，在被诺克斯打败之后，变成类似于西格的存在，默默的守护林梦就好。毕竟女儿已经长大了，接下来就让她自己去追逐梦想吧。对，后续接的镜头没什么好讲的，我们跳到林梦起舞那段，可以发现她满脸不情愿的跳着十分欢快的舞蹈。我是蝶般起舞，但并非我所愿。可以，这段诚恳的惊艳到我们。我可能对一个动作太过敏感了，就是他有个耸肩的动作，特别像木偶被线吊着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被人舞动的人偶。而且你还可以深入一层联想，他是偶像了。对，就是说他只是在梦境里扮演着每个梦主幻想中的他，却始终没有办法做他自己。对，而且画面中的镜子有让我联想到不同人的梦境。我认为就是的，并且他的服装也在换，就是在梦境里扮演不同的角色嘛。我这里给各位简单过一下设计师对这几套服装的解说，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理解。第一套是林梦在现实中穿的衣服，可能是为了指向林梦的本我，亦或者The Lady 的女儿这层身份。第二套服装的主题是花，其灵感来源或许是林梦的深层心理世界象征，也是以此为契机，我想再回过头聊聊 OP 印象中的这个画面。现在看来，抱着花朵的那双手实则是属于 The Lady 的，就有种 The Lady 把林梦当成了自己成为母亲的必要存在，或者自己的所有物的感觉。第三套服装的主题是水与火，根据官网所述，水火不相容被用来比喻截然相反的事物，而水与火的印象色分别是蓝与红。这两种颜色在剧中代指的正是现实与梦境，偏偏这两者被穿在了林梦身上。我想这或许可以引申到现实与梦境的边界线，现实与梦境的矛盾结合体等意象。顺带一提，蓝色颜料和红色颜料混合，通常会得到深浅不同的紫色，且将蓝色与红色混合，也是 The Lady 一直以来想做成的事情。如此一来，你们能 get 到为什么它的印象色是紫色了吧？明白。第四套服装的主题是宇宙与近未来。非要说的话，我还是会联想到外星人说，毕竟各位不可否认的是，这子确实存在着不少外星人要素。是，只不过眼看现如今的剧情发展，这些元素也只能被视作节目彩蛋了。对。第五套服装的主题是中世纪礼服，这套我没有什么想法，各位对于中世纪有什么理解吗？宗教啊，还有什么文艺复兴、还有建筑、哥特式文化，很多东西啊。我知道，只是我联想不到为什么选这种主题嘛。屏幕前各位如果感兴趣，再自己发散一下咯。第六套服装的主题是人偶，前面有聊到，这里就不复读了。另外，它背后的布景也很像一个牢笼，对，再结合镜子的意象，看起来就像林梦只能活在别人的梦里一样。然后在后面这子直接闪出来，其实也可以代表这子将要打破这一切。可以啊，我记得没错的话 ，OP 是有类似的这子走过来的镜头。对，然后这一次这次打破了那层幻境嘛。对。那么接下来几乎都是跟末的结局有关的镜头了。在进入中盘的解读以前，请容我再多讲一句，能坚持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虔诚的特色受众了。如果你刚好喜欢这个系列，也不想错过我后续制作的其他特色解析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我。OK， 接下来这段各位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些手是在拦住蝴蝶，不想让蝴蝶往前飞。蝴蝶本就是人类感染噩梦或者说梦魇的一个象征嘛，结果这些蝴蝶最后都被墨给收服了。我也是这个理解。而后墨的前方浮现出了心灵之门。在过往的直播讨论中，我们基于墨的妈妈就有重大戏份这个假设，曾猜想过那扇门上的女人就是墨妈本人。但结合斋二在第42集的说法来看，即便在墨的更深层心理世界中，林梦真的扮演着妈妈的角色，也并不意味着墨妈本人是这个故事中必须登场的存在。那发光的女人是存在的，那只能是林梦了。我现在觉得她回归第一集的可能性很高，在最后就最后几集的林梦把第一集的墨拉进了 Dead Room， 打个后呼前印是吧？对啊，那只能之后再看了。也是趁此机会，我想再聊聊心灵之门的讲究。与门下半侧的男人在摸着心脏的动作不同，门上半侧的女人做出了更像是抱着孩子的动作。抱婴儿。你们可以想想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守护嘛。还有一个很近的例子，乌鲁特拉曼 Arc。对。如果让我来解读的话，心灵之门的上下两侧分别代表了现实与梦境。上半侧是现实里的母亲在抱着孩子入眠，可孩子睡着后，
由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便会受到梦魇侵蚀。而在 OP2 印象中，莫收服了所有蝴蝶后，他的前方浮现出了心灵之门。再结合这扇门的倒置状态，我们是不是可以品出梦中的孩子也得到了母亲的庇护的意味呢？就像是莫在这个场景中所做的事情那般。另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的莫所处的倒立状态让我联想到了塔罗牌中的倒吊人。你们知道倒吊人的隐喻是什么吗？自我牺牲啊，对的。后面的怪事科高光没什么特别含义，直接略过。而接下来这个镜头就有意思了，上湖内透过分层将上下两层区分为了现实与梦境，但诡异的是，现实的水坑里竟然倒映出了红色的月亮。我想这或许是想表达寇的索姆利亚启动以后，梦境与现实几乎没有区别了。话说你们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这个世界是由所有人的共识形成，它的规则是无限接近于现实的。对。另外，在这个画面中，相继登场的分别是铁野与成华、林梦与诺克斯，以及现实与梦里的莫。而这之后接的是莫踩碎水中月的动作。过度解读一下的话，我会理解为最后在主流团的合力之下，权力的梦境相连的问题将被莫彻底解决。在此骑摩托的镜头同样没什么好聊的 ，OP1 印象的素材复用罢了。毕竟拉一打不骑车怎么能算拉一打呢？对，这时候的镜头，莫将象征着噩梦的红月给吃了。然后画面开始透过屏幕、广告牌什么的，连续穿越了好几个场景，就是镜中镜中镜中镜那种啊。过往我会以此联想到梦中梦中梦之类的，那你如果让我重新解读的话，我会把它视作莫将守护每一个人的梦境的暗示啊。而最后的镜头跟 OP2 印象开场是相呼应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自始至终画面中都只有莫一个人。你们应该知道我想表达什么的，孤独的英雄。对。至于 OP2 印象开头结尾画面的不同点在于，墙上的涂鸦转而变成了一个个梦胶囊，我是从中评出了莫彻底掌控梦胶囊的力量的意味的。与此同时，画面中的红光也消失了。如果从正面的角度理解，这是莫阻止了自身噩梦成真的最好证明。可又从另一角度看来，Zed's Room 的整体氛围也略显压抑。试想一下，节目最后若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象征着故事结尾的场景，是不是应该打上更为明亮的光呢？是。再结合前面解读出的倒吊人、死梦莫、孤独的英雄，以及剧中对于不断变身所要付出的代价的描述，我们实则在 OP2 印象公开那周就已经开始猜测莫的最终结局了。是啊，我说了，万金莫在现实里变得不复存在，但是他活在每个人的梦里。对，毕竟就这个节目的设定来看，梦也是打不完的，就人是不可能不做噩梦的。是。在无法治本的情况下，我就一直治标咯。但如果要无止境的战斗下去的话，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吧。可能还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吧。对于莫来说，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做成的事情啊，一直帮人是吧？应该说是成为无所不能的特工，去帮助每一个人。所以即便最后Zed's Room的整体氛围略显压抑，莫还是露出了笑容，毕竟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现在更在意的反而是莫永远活在梦里，究竟是他从变身为 S Dream 那一刻起便已注定的宿命，还是他在最后自己做出的选择？以剧场版的超游角度来说，是他自己选的。我其实也倾向于是他自己选的，这样结局才更显意难平嘛。再说吧，接下来等结局就行了，我都不用想太多。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Zed's OP2 印象的全部解读。如果各位对我们这样的头脑风暴感兴趣，还请多多点赞，多多评论。也非常感谢能坚持看到最后的各位，祝好梦，拜拜拜拜拜拜。